葡萄牙租房到底有多难？不符合标准，你可能会流落街头。Hello， 大家好，我是葡萄牙的晴天。今天就让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葡萄牙的租房困境。在葡萄牙租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外国人来说。那在葡萄牙租房的标准和你所可能面临的困境有哪些呢？首先，房东们可能会要求你有稳定的工作，并提供一个稳定的长期工作合同。那对于很多刚登陆的人来说，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就算你的银行账户有很多欧元存款，也可能并不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他们也会担心你即使有钱也不交房租。那如果你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代表着你跟这社会有联系，也更有社会信用。但是就算你已经有工作，有一些房东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就是让租户提供社保和税务的缴纳记录，以确保租户的经济状况更加稳定。我们都知道嘛，在葡萄牙申请各种文件证件号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拿到之前，一些老板会直接发工资而不走这些程序，所以这就会比较麻烦。而且还有一些会过来躺平休闲的朋友，并不打算找工作，那以上的要求就会更难达到。除此之外，有一些房东他还会需要你有2个担保人，以确保他能够准时的收到租金。那担保人他必须是要葡萄牙国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融入到当地的时候，没有认识更多当地人的情况下，我们要去找2个愿意为我们做担保的人，这简直是难上加难。我们有的时候去办一些住家证明，需要2个本地人去帮我们签字做见证，这2个人都不好找，更不要说要有这种经济往来上面的做担保嘛。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工作，也没有办法找到担保人，那你就没办法租到房子了吗？也不是，那就得动用你的超能力了。也就是说，你得去找更好的房源，要支付更多的押金，比如6个月押金加2个月租金，也就是我们说的押6付2，一共8个月的租金就出去了，有时候甚至会更多。比如在里斯本，1个月租金为1500欧元的 T2 豪华公寓，那8个月的费用也就是12000欧，也就相当于94000左右的人民币。这绝对不是一笔小的负担，更不要说万一退房的时候遇到一些刁难，高昂的押金如果退不了，那损失就大了。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去承担的。在葡萄牙租房还有其他一系列挑战，由于近些年来大量不同人口的涌入，在各大城市房源特别紧张，可谓就是狼多肉少。就算一套很普通的房源，都会出现很多人在抢的情况，竞争非常的激烈。经常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在 APP 上发现一个房源很不错，价格对你来说也很适合，你就赶快去联系房东，但是几天以后都没有收到房东的回复你了，可能也会告诉你房源已经被其他人租走了，甚至有一些房东他都不会跟你联系，你只会收到 APP 里面的一个通知这个房源下架了。还有一个没什么人提过的点，就是一些房东可能会因为税太高而不愿意把租房合同拿去税务登记注册。虽然房租会相对低一些，但是也会让租房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比如如果你要申请住家证明或者税务地址证明，办理驾照或者居留卡等等，都可能会遇到麻烦。总体而言，在葡萄牙，尤其是各大城市，租房可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耐心。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租房市场中，想要找到一个理想的住所，绝非易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